先调一个底色，底色是太白加3绿。好，我们加水。虽然说我们画这个花苞，我们一定还是一样的调一个颜色，调一个底色在这里。经常我这个习惯就是这个底色先调在这里，用不用不一定，用不用到时候再说。好，我们先来画这个。看着今天用什么颜色来画，我们随着挤一些颜色出来，用玫瑰红、和曙红胭脂。用这玫瑰红、曙红胭脂来做示范。这3种颜色是很普遍用，但是也很好看。我们3种颜色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笔上有底色的，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我们刚开始，然后把这个曙红调一层在笔的1/3的地方。曙红调一层在笔的1/3的地方，然后深色笔尖沾一点深色的曙红，先不要调胭脂，我们现在刚开始不用胭脂，我们先画一个花苞啊。我们画这个花苞，一个包起来的，快要含苞未放的一个花苞。一样的有层次的哈，它含苞未放，它有一点。这个花的花瓣一样的有大有小，一层一层的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层次都要有变化。既然它是花苞，它肯定是要包起来，两边往两边去包，这边，然后这边往下包。这个花苞，这个小花苞就比较简单了，但是里面我们要画出它的层次感来。这个深色的部分我们可以蘸一点点胭脂，就像这里这些反瓣里面加这个正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蘸一点点胭脂，这样子画面更加有层次感。我们很少给大家只示范这个花苞哈，今天给大家示范这个花苞。好，这些有一些长出来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边再包一个，让它包过来。那这样子就是一个花苞了，是吧？这个包起来这种花苞，中间包起来花苞，然后我们画一下花托，画一下它的花托。我们花托用什么颜色？3绿藤黄珠标胭脂，3绿藤黄珠标胭脂。好，我们把这个3绿和藤黄调一下，笔上蘸这个3绿和藤黄。然后我们调一点这个珠标，然后笔尖蘸胭脂，来画一下这个花托。
我们这个花苞一定要画了这个飘带，这个花托，它才会精神。这个花托要有变化，要有这一笔下来要有这个变化，要有这个大小，可以有一些穿插的。这个颜色可以不用调太匀，不用调太匀，它有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含苞待放的一个花苞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花苞，再画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含苞待放的。我们再画一个，也是含苞待放的，它只是说再开了一点点，在这个基础上它开了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进来啊。我们调颜色，先把这个玫瑰红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还有我们再调一点这个曙红，然后我们画下一个花苞，画下一个花苞，再开一点，在这个花苞的基础上，这个花再开放一点点，再开了一点点。先画一个大的花瓣。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分3笔画，这个样子画一个大花瓣，2笔，中间1笔大，两边要不一样。你看这2笔完全不一样，一个短一个长。好，这是一个。那我们在这边，我们既然这个花苞是要包起来的，那我们要画出它的包起来这种感觉。这些包起来，这些先开始画的都是一些反瓣。我们在解析这个花瓣的时候，都有讲过这个反瓣怎么画啊？反瓣，这个都是包起来。我们继续往里包啊，继续往里包，像包菜一样的一层层的往里包。但是我们包这个层次的时候要讲什么？要讲这个变化，颜色变化呀，还有花瓣大小的变化。那我们这里可以加一个小的，加一个小的层次。不要每一个层次都是大大的，我们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那一个小的，我们再加一个大的。好，这个一层一层的，每一层都要让它有变化。这一层这么小，那么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缺口，这里还有一个花瓣，这一层。像这边还是一样的，还是要一层层的往里包哈，还是要一层层的往里包。那么它的包的时候，我们花瓣要讲这个大小，一定要每一层都要有不一样，有变化。这个包这边它肯定就是小一些，非常小，更小。像这里这一个大花瓣，这一个大的，那我们还要包一些小的层次。这么窄，让它层次显得更加丰富。笔尖一定要有深色，如果笔尖没有这个深色，你就画不出这种包起来这种一层层的这种层次感来，你画的都会晕到一起了。所以一定要笔尖一定要占这个深色部分，笔尖一定要占这个深色的啊。一层层的包啊。这个中心部分，我们先可以把它画一下，有大有小这种包的，不要全部是一层一层的，一圈圈的圈过来就不好看了。我们要圈的有变化，笔尖要占深色，笔尖一定要占深色。像这些地方，我们笔尖可以蘸一点胭脂，让它这个地方里面更深。
我们把这个中心的地方也把它补上去。这里面的颜色越来越深，这个笔尖需要沾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把中间的这个包起来了，那我们偶尔也会挑出来一些，不能说全部包得紧紧的，偶尔跳出几片这个花瓣来。这边我们外面再包一层啊，外面再包一层，笔尖要有一点深色，外面再包一层。好，跳出来一些。这个跳出来一个花瓣。把跳出来这个花瓣这个反瓣里面补齐这个正瓣，跳出来这个花瓣里面的这个反瓣补齐这个正瓣。笔尖一定要深，补正瓣的时候颜色稍微深一些。好，这个花瓣我们可以让它大一点，这边这个跳出来这个我们可以让它大一点。这个让它大。好，这边这个反瓣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反瓣，我们要补上它的一个正瓣。好，这里也有一个反瓣，伸出来这些反瓣里面，我们都要补上这个正瓣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苞，它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看哪里再加花瓣。基本上这样子也差不多了。这个花苞这样子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加上一些花托。这个花托其实它已经不是很明显了。假如它花柄这样子长出来，花托还是要有一些啊，花托还是要画一些。画这个飘带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个笔要有变化，它有可能这里还渗出一点。这个是一个又开放了一点，这个花苞又开放了一点，美不美？美不美？再画一下这一种的。好，我们一样的调颜色，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类似这样子的花苞，好不好？再画一个类似这样的花苞。好，我们画一个朝上的，这样的花苞我们都是要包起来的啊，都是要包起来的。这个三笔要有所不同啊，包起来，一层层的包起来。这个一层层的画，这个一层层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的这个变化，我们不要把每一层都画的一样大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。一层层的把它包起来。
这样子包起来。这个还是包起来的花，我们不要把它画的太开了，太开了它就包不起来了。这个稍微正面一点点的，跟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颜色还是一样的，要调匀哦，要调匀，让它里面很多层次。笔尖一定要有深色，笔尖上有深色才能画出这种层次感来。如果你笔尖没有深色，你就画不出这种花的这个层次感来。一层层的把它包。本来我这个可以一下子把它画完，但是呢，我们为了包的它更加有这个层次感一些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、细心一点去画。这个就包的更加圆一点点，包的圆一点点。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啊，加一点底色，再蘸一点颜色。可以后面也是一样，可以跳出一些花瓣来。这个是后面的这个层次了。下面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，想加的话可以再加一点，让它包出来一点。笔尖要有深色，笔尖没有深色画不出这种花瓣的这种层次感来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跳出一个花瓣来。好，这个跟上个差不多啊，但是哎，好像包的有点大了，包的有点大了，好像画开了一点点，跟这个又不一样了，画开了一点点，要再画小一点才行了。这个有一点正面，有一点正面哦。这个花托我们就飘带就随意的画一下，哎，这个是稍微正面一点点的，跟这个画大了一点啊，画大了一点，其实差不多的，差不多的啊。我们再画一个这一种，包的小一点的，这个又稍微大了一点。好，直接大花瓣来包起来，直接来大花瓣，上大花瓣。直接这样子来包。
直接包起来吧，不然再画又画大了。好，这个深色的地方我们笔尖蘸一点点胭脂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，让这个深的地方更深一点。也要跳出一点点啊，也要画出一点点跳出来的，不能全部包没了啊。好了，这个跟那个差不多了，这个跟那个差不多，可以了，就这么多。再画又画大了，这个花苞再延伸它就变大了，花苞再延伸它就变大了。好，这个是几个花苞，好看吗？这一个好看吗？哪一个好看？再翻一张纸，画一个再开了一些的，再开大了一些，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大一些的这个花苞。底色是太白加3绿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点曙红，这个水分不要太大了啊，水分太大了你们可能掌握不好这个水分。我们从这里下笔，先画一个包起来的这个花瓣，这种花呢，它就是包起来的。这个花苞慢慢开放，现在还没开盛开，所以它还是包起来的啊，还是包起来的这种状态。一层这个包起来，我们先画的都是这些反瓣，各种各样姿态的这种包起来的这种反瓣，一层层的去画。我们画的虽然说我们画的是一层层的，但是我们尽量不要把它每一层的这个花瓣画成是一样的，让我们区分不开来，感觉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要有变化，注意变化。我们在画画，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一直在讲这个变化哈。我们有在这个构图中就要有这个大小、粗细、长短、虚实、浓淡，还有远近的变化。那么一朵花里面，我们不要讲太多的，就讲这个大小，还有虚实，还有浓淡的变化就可以了。一层层的哈，继续一层一层的这个花瓣。那这些大一些，那我们再画一些层次的话，要更小一些，这个花瓣就要更小一点。那么这么多小的，还有更小的，还有更小的，然后这么多小的，那我们就来一个大的，不要全部是小的，小中有，小的里面我也掺插一些大的。那么可以这么去点，到后面这个缺口我们又可以让它再小一点。这个颜色笔尖上没有颜色，我们要补充一些颜色啊。笔尖上没有颜色的时候，我们要补充一点颜色在笔尖上。好，一个大一点的，那我们再画一层的话，又要小一点的，要参差着来画，大小的参差来画。我们可以这么去点它啊。可
可以去点它，让它感觉这个花瓣碎一点，可能它更好看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个是这边的这一层，我们这个包起来这个包菜，我们一边边的来画。看一下这个深的地方不够深，我们到时候可以加一点。那我们再画这一边往上，这边这个左上往右下包，然后这个左下往这个右上来包。笔尖一定要有这个深色的，笔尖要沾深色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那这里我们画一个大的，画一个大的之后，我们要大小参差。那画了大的这个花瓣之后，我们要画一个小一点的。笔尖一定要调有深色，笔尖上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这种层次感来。好，这一层又是小一些的。那一层小的，然后我们又要来一层什么？又要来一层大的。让它大小参差。然后这里可以画一些碎的花瓣啊，这里可以来一些很碎的花瓣，这样子显得这个花，我们不要画的太规整了。一朵花中每一个花瓣看得清清楚楚，太规整了，那么它就没有变化，就不好看。我们可以来一些小的碎瓣，让这里感觉哎，好多层次呀，层次很丰富呀。然后这边再来一个小的层次，感觉很多碎瓣的层次啊，就是让它碎，就是要让它碎。然后这是这一边的，这个是朝这个上面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反瓣，我们觉得不太没有变化了，我们可以伸出来一个，这样子伸出一个伸出一个反瓣来。这里也可以再加一个反瓣的层次，让它包起来的这种反瓣的层次，这样子更加有变化一些。然后我们再画这个上面朝下面的这个反瓣，那上面朝下面这个反瓣一样的往下面包，我们不要再画一样的这个花瓣了，我们要画不一样的姿态。那不一样的姿态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姿态？变成一些比较长一些的姿态啊。这个反瓣可以让它很长，这样子。这个小的反瓣之前我们示范的时候也画过啊，它小小的，我们就不用画出它的花瓣的这个边缘的这种变化，我们直接这么去画它就可以了，让它感觉很多层次，很多。一样的颜色要不断的，这个笔尖上要不断的加颜色。我们这个花瓣还是继续一层一层的来哈。那这一边的这个基本上没有地方画了，画不出去，那我们就画一点点，这个一样的要包起来哈，一样的，这边也一样的要包过来，这边一定要把它一样的要把它缝合，把它合起来，把它包起来。把它包起来，那这边会来一些花瓣包起来的，小小的。这边包起来就很窄了，很窄的，但是我们也要画一些，即使多窄，我们也要画一些这种层次感在这里。好，这边再来一点，再多一点层次，再多加一些层次。因为这个层次就是窄的，你就看起来就感觉很密，很多这个花瓣的层次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中间的这个包起来的，我们先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包起来这些花瓣的这个伸出来这些反瓣，现在我们所画的这些全部是反瓣，我们也要把伸出来这个反瓣把它补齐这个正瓣，还在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反瓣，现在伸出来的反瓣，我们都补上这个正瓣哈，都补上这个正瓣。像这个缝隙里面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要画上花瓣啊。
这个里面也要补一些这个正瓣，让它里面有这个颜色的深浅的这种层次的变化。好，你看这样子补一个小小的这个正瓣，它也是要补的。像这些小小的细节里面，就补上这些小小的正瓣。你看这补了正瓣之后，它这个层次感马上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马上就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反瓣啊，翻过去的。像这些地方，我们继续一样的补上一些花瓣，深的，补上深色的花瓣就可以了。还有这里，我们也补一个正瓣。笔尖一定要有深色，让它这个两个正反瓣有区分开来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，把这些缺口里面需要补这个正瓣的，我们都把它这个伸出来的这个反瓣，已经看得到的这个反瓣，已经看得到这些反瓣里面的正瓣，我们都补一下。要补这个正瓣的时候，要用胭脂哦，用胭脂，笔尖要蘸多一点胭脂，让颜色最深，让颜色最深。像这些小小的里面也是一样的哈，要补一下。小小的里面也是一样的，要补一下，不然。要让它这个层次感要出来。好，这边让它包起来。好，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补一个大的花瓣。我们现在这个水分不够了，我们可以笔里面加一点水，用个勺子都加一点水。我们现在补这个正瓣的时候，我们不用加底色了，我们前不是用颜色了，用颜色不用加底色。好，这些花瓣我们补这个正瓣也是一样的，也要有这个大小，也要有这个大小。我们这里补一个大的花瓣，好不好？在这里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继续。这边。这边我们可以让它包过来，让这个花瓣伸出来，让它包过来。然后我们现在补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个伸出来这种反瓣哈，所有伸出来这些反瓣都加上正瓣，有大有小。你看这里我们就补一个小的，有大有小，让它有变化。那这边我可以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。那这里我们又可以补一个大一点的，让它有大小变化。然后这个花瓣也是一样，要有变化，让它有大有小这样子的变化。好，这边来一个反瓣，这样子这一个花瓣它才齐了，有一个翻过去的，有一个正面的，有一个翻过去的，它才是完整的。好，我们这个基本上补完了哈，已经伸出来这些花瓣已经补完了。补完了，我们就要画外面一层，我们要画一些让它伸展开来的。外面既然这个花苞已经慢慢开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花苞是已经慢慢开了，跟前面这些花苞不一样。前面这个花苞还是刚刚有一点开，然后这个再开了一点。那么现在就来这里，就它会开得更大一点了。它开得更大一点了，慢慢的开了，慢慢的开放了。这个今天全部是画这个花，把这个花苞从小到大开放的，就是从这个花苞含苞待放到开一点，然后再开一点，这个还是包起来的，这个还是包起来的，但是它已经开大了一点点。
好，继续，然后这里都补完了，然后我们再一层层的哈，一层层的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，让它伸展开来，我们继续来伸展。那这里来伸展一下，来一层，来一层之后，我们再来一层，一层小的，然后再来一层大的，然后这个花瓣要有这个边缘的这种变化，不要画的太圆了，尽量不要太圆了啊，不要圆乎乎的。好，这里来一个，那我们在这边先来上面来几个花瓣吧，上面我们可以第一个花瓣可以深一点，其他花瓣不要太深了。可以先来一层这个小一点的，然后这个花瓣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笔要动哈。为什么要动呢？动就是为了画出这种边缘不统一的、边缘有变化的这些花瓣，不要把这个边缘画的太过于圆了。然后我们继续一层层的加这个花瓣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花瓣，我们再继续加哈，继续加花瓣。哎，这颜色好像调的不够匀，这一笔颜色一定要调匀哈，颜色没有调匀，画出来花瓣它不好看的。这里加一个花瓣。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，这上面加一个花瓣，上面的花瓣我们可以画浅一点哈，不要画的那么深。我们可以蘸一下刚刚之前我们调的这个底色，可以蘸一点底色，我们不要画一样深。最上面的花瓣我们可以画浅一点，加一点底色。前面我们都没有加底色，都是加了水，前面都是加了水，我们上面这一个加一点底色啊。加点底色，先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笔尖稍微蘸一点点曙红就可以了。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外面来一层花瓣也不是说太大，就是来一层。但是这一层的花瓣我们也可以点哈，可以点。这层可能可以画虚一点，不要画的那么实，可以画虚一点，让第一层的最上面这一层稍微虚一点点。当然这个根部还是要有一点深色啊，不然区分不开这两个花瓣。现在我们这个笔上水分比较大，本来一笔就画过去的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区分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再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这边我们可以先来一个反瓣吧。让它包起来，有几个层次都跳出去的这种反瓣，让它伸展开来，有这种伸展开的这种感觉。你看这一笔颜色稍微调的没有那么匀，它就会有这个笔触。这是两个的话，我看一下要不要3个呢？可以让它包起来，不是包起来啊，2个卷起来，中间闭合，然后我们2个这个反瓣，然后我们补上里面的这个正瓣，补上里面的正瓣可以颜色稍微深一点啊，笔尖里面蘸一点点胭脂就可以。让它包起来。
最根部我们让它最深一点，然后这2个花瓣我们再看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再调整，再继续调整，看一下这朵花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加花瓣的。你们看一下哪里需要加。这里加一个。还有这个缺口，我们也可以加一个花瓣。这些缺口里面，我们补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就补一些碎瓣就可以了，补一些碎瓣就可以了。是什么花瓣不重要，就是一些碎瓣。再看一下整朵花需要哪里还需要调整的。哪一个外围的可以补一些这个碎的花瓣啊？外围可以补一些碎的花瓣。偶尔回一下笔，拿深色一点点的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这种褶皱感。看看把这个花瓣可以拉长一点。这里反正是它这个花瓣就是一个虚的，让它长一点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把中间这个部分把它补齐，中间用最深的颜色，用这个玫瑰红，就用这个玫瑰红和这个胭脂。这朵花美不美？这朵花美不美？这跟这些花就又开了一些，但是它还是包起来的，但是比这些又开放了一些，是不是？比它又开大了一些，现在又开大了一些，这朵花就又开大了一些。